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4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1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7月15号，欧盟将就是否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进行第一阶段的投票。那么，这也将是本月5号临时关税落地以来，欧盟首次在内部就相关支持度展开调查。德国被曝将投出弃权票。德国此前一直明确反对对华增税，在首轮投票中弃权有何考量？据英国路透社13号报道，欧盟成员国将于当地时间15号通过书面及保密方式，就是否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进行投票。这也是欧盟内部对欧委会关税举措支持率的首次官方测试。值得一提的是，这轮投票不具法律效力。有消息人士透露，德国届时计划投下弃权票。德国总理舒尔茨拒绝向媒体透露具体投票计划，但表示德方相信欧盟行政部门将与中方就电动汽车问题成功达成协议，该协议将有利于欧洲汽车行业的发展。此前，德国政府及企业对关税案一直持明确反对立场。德国汽车制造商去年1/3销售额来自中国，却德国车商在华生产的电动汽车也回销欧洲。因此，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以及宝马、大众和奔驰等多家德国车企都明确反对欧盟关税决定，指其负面影响远超正面收益，损害了国际贸易的公平和自由氛围。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和汽车大国，德国正处于纠结之中。一方面不愿公然反对欧盟的决定，以免破坏欧盟成员国团结一致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与中国发生贸易冲突，否则一旦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在华德国车企会首当其冲受影响。其他欧盟成员国中，匈牙利明确反对加征关税，而另一主要经济体法国则是关税案的坚定支持者。其他成员国对如何投票上摇摆不定。那么一方面，德国车企在中国工厂生产的电动车同样会受到这种关税的波及。那么并且呢，中国有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对德国整个汽车产业来说它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在对华关系中去风险，防止在某些领域过度对华依赖，是欧盟的对华既定方针。那么德国呢，它在欧盟成员国中扮演着一种共识的凝聚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因此它也需要展现出来这种对这种既定政策的那种支持。所以德国呢会采用这种弃权票的策略来体现它，来兼顾这两点。欧洲媒体形容欧盟日前公布的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案为中欧之间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案件。加征的临时反补贴关税由17.4%至37.6%不等。外国企业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也在被征税之列。从7月5号开始，这些临时关税有4个月的期限，期间欧盟成员将就是否正式加征额外关税进行投票，最终在11月决定，一旦生效，为期5年。按照欧盟规则，需要所有27个成员国中的至少15个且总人口占欧盟65%的国家投下反对票，加征关税计划才可被阻止。不过，外界认为中欧还有近4个月的时间来磋商解决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当前地缘政治局势下，欧盟对华态度趋于强硬，预计加征关税不可避免，但具体税率仍有谈判空间。欧洲的一些政商界人士对加税持续表达不满，认为欧盟拒绝参与竞争，无助本土企业提升产品的性价比和服务，属于干扰市场、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更将阻碍欧洲完成绿色能源转型的艰巨任务。实际上，中国新能源车企近年来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在拓宽市场的同时，也给不少地区增加了税收和就业。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向中国新能源车企发出了投资邀请。有行业专家认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制造、使用、服务全生态链都需要开放与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能包打天下。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推动国与国之间政策、标准等方面的协同统一十分重要。对于欧洲汽车
行业来说，迎头赶上、加强竞争力才是最好的出路。数据表明，加税逆风和贸易壁垒拦不住中国电动汽车的出海热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全年汽车整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欧委会预计，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在欧盟市场的份额已从2019年的不到1%上升至8%，并可能会在2025年达到15%。刚刚结束北约峰会行程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12号到访柏林，并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谈。日德双方重点讨论了防务领域合作。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和包括德国在内的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为北约染指亚太提供助力。这一系列举动将如何影响亚太局势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德国总理舒尔茨12号在柏林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新设经济安保相关磋商机制。两人还商定明年在德国举行首相和部长参加的政府间磋商第2次会议。岸田称，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一致对应很重要。舒尔茨表示，为了减少对特定国家及地区的供给依赖，需要强化经济安保。岸田当天还在德国商报撰文表示，期待两国在经济关系多样化等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限度的举措上加强合作。事实上，日德此时宣布对华意图明显的经济安全合作，也与自身经贸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日本商会10号在北京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4白皮书》也显示，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第2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截至去年5月，日企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超过5.5万家，实际在华投资超过1300亿美元，是中国第2大投资来源国。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本间哲郎表示，日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日企愿扎根中国发展。所谓去风险呢，这在欧美国家和在日本，看来都还真是很不一样。因为日本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啊，是多年的互补关系。而且呢，可以说是互利共赢的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去风险，对日本来说，不管他怎么说，从实际层面来讲，应该说是一个伪命题。岸田和舒尔茨在会谈中还同意早日举行第3次外长和防长2+2磋商，并对预定于今年夏季的德国空军战机和海军护卫舰访日，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舰队停靠德国表示欢迎。鉴于日本自卫队与德国军队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已于12号生效，双方就推进防卫合作达成一致。2021年3月，日德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成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签署的首个合作协议。今年1月，两国政府又签署了日本自卫队同德军共享粮食、燃料和弹药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该协定旨在促进物资和后勤支持，便利双方共同训练，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分析认为，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距离便于军队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仅一步之遥。此前，日本也是与英国、澳大利亚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之后，才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而后者的签署则标志着双方进入了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尽管两国因为历史原因发展成为军事同盟将面临极大阻力，但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与欧洲同盟体系已日益联系起来，日德一系列防务合作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姜月春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日德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无疑会给亚太安全与稳定埋下隐患，但两国的出发点并不一致。日本在安全领域将中国视作威胁，使得他的对华政策有了新的调整和定位，所以他希望未来通过拉拢更多伙伴来压制中国。而德国并非亚太国家，他对亚太施加影响力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刷存在。就是说，欧洲国家在亚太地区，在印太框架不断发展的这种背景之下，他觉得呢，如果说不显示一下我作为欧洲大国德国的存在，这个有点失体面，所以我认为他主要是为了刷存在感。所以双方的出发点还是不相同的，因此呢，未来的走向和发展呢，应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空间。
有观察指，岸田近期对外动作频频，一定程度是希望通过外交成果来挽回国内局面。外界注意到，就在岸田出访期间，日本自卫队涉及不当处理机密、职权骚扰、骗取4300万日元潜水津贴等丑闻持续扩大。日本防卫省12号宣布对218人进行纪律处分，其中受处分最高的是海上自卫队幕僚长酒井良辞职。此外，作为防卫省事务方面一把手的事务次官增田和夫，作为自卫队武官最高领导的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陆上幕僚长和航空幕僚长、情报总部长这5名最高干部受到依照内部规定的训诫。岸田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向媒体表示，对给国民造成担忧致歉。防卫大臣木原忍则自愿退还1个月薪金。他12号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一系列丑闻致歉。关注欧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在欧洲杯决赛当中以2比1击败英格兰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成功捧起2024年欧洲杯。比赛上半场过，英格兰队教练索斯盖特的玄学再次大显神威。他在第70分钟换上在上场比赛中表现出色的帕尔默，不到2分钟，帕尔默就将比分改写成1比1，为英格兰迎来希望。能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每天都比以前更加的自豪。我感到深深的感激，感谢国家对我们的支持。我做到了我自己的职责。我进了一个球，我非常幸运。西班牙此前在1964年、2008年、2012年斩获3座欧洲杯冠军奖杯，但很遗憾，最终我们没能取得比赛的胜利。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历史，进入决赛是很难的事情。是能够留在德国过生日，我的生日在决赛的前一天。值得一提的是，亚马尔还在比赛训练之余通过了西班牙的中考。亚马尔的父亲是摩洛哥人，母亲来自赤道几内亚。他从小就在著名的拉玛西亚青训营训练，并先后效力于巴萨 U16 队、U19 队。日前，亚马尔的父亲晒出了儿子6个月时的一组照片，是球星梅西帮他洗澡。这组照片拍摄于2007年12月，当时梅西效力的巴萨俱乐部和当地媒体合作，拍摄了一组照片，用作慈善日历，所获资金全部捐献给慈善团体。类似活动拍摄过很多当地球员与小孩的合影，但当时谁也想不到，10多年之后，由于大赛经验较少，在冠军颁奖礼上，今年以来，波音公司各种事故层出不穷，让外界对昔日航空巨头的安全性信心大减。本月7号，波音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刚就2起波音737 MAX 型客机致命空难达成认罪协议。10号，波音客机又出事了。当天，美国航空公司一架从佛罗里达州飞往亚利桑那州的波音737-800型客机在跑道上滑行时爆胎，起落架附近冒出大量烟雾并起火。事发时，这架飞机上有17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然而，这起爆胎事件并非波音客机第一次发生轮胎事故。从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从今年1月至今，全球各大航司的波音客机已发生至少4起类似事故。本月8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57客机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后，飞机上的一个轮胎脱落。United 1001, we were just told a tire came off your aircraft. Okay, stand by. 今年3月，美联航一架飞往日本大阪的波音777-200型客机从美国旧金山起飞时发生轮胎脱落事故，机场员工停车场的几辆汽车被砸坏。今年1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57型客机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准备起飞时，滑行期间起落架一个轮子突然脱落，滚出了跑道。出问题的除了轮胎，还有氧气面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8号表示，由于乘客氧气面罩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失灵，该机构要求对2600架波音737飞机进行检查。管理局称，该机构收到多份报告，称相关机型出现了乘客服务组件氧气发生器位移的问题。美国波音公司7号宣布，已与美国联邦司法部就2起波音737 MAX 型客机致命空难原则上达成认罪协议。波音承认对联邦监管机构有欺诈行为，接受第2笔罚款，以及承诺向合规与安全项目投入数亿美元，由法院裁定向空难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的具体金额。
据悉，波音认罪可避免出庭受审以及更重判罚。受害者家属对此很不满，将要求法院驳回认罪协议，认为这等同于姑息波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If it wasn't Boeing, if it was a human being that had committed a fraud that had led to the deaths of 346 people, would we be having this discussion? No, of course not. There's no way that a deal like this would be given to an individual. But because it's Boeing, apparently rules don't appl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acting just like Boeing. They're moving the case along, stamping it and getting out of the way, not with the good quality, not with holding accountability, not with actually pursuing justice. And that's how Boeing produces planes. They just stamp them down the line, get them out of the way, and then they have dangerous new planes in the air. 接受这份认罪协议，波音公司就有了案底。作为美国政府最大国防和航天业务承包商之一，波音今后承接政府采购合同可能会受到更严格审核。不过，路透社指出，接受认罪协议也可让波音避免在冗长庭审过程中暴露更多招人诟病的问题。如果官司就此了结，波音就能推进下一步商业计划，包括收购其关键供应商。Surprised that Boeing accepted the plea deal. It's what we're calling a sweetheart deal for the Boeing company. The fine is minimal. The terms of the monitor selection are favorable. Boeing has input into the selection of the monitor. And it's a 3-year probation process. 波音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个月，该公司仅卖出14架新飞机，其中大部分是货运飞机。相较于去年6月304架的销量，减少了95%。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波音公司的总订单达到156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0%。一面对于刑事指控认罪，另一面，波音公司又屡次发生安全事故和险情，让公众很难重拾信任。在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发生2起致命空难后，美国调查记者彼得·罗比森在《盲飞》一书中分析说，是波音的底层文化出了问题，对短期利润的追逐取代了精益求精的工程师文化。In your book, you talked about the crashes exposed the rotted culture of an iconic American company. Is that what happened? The culture rotted at Boeing? That's pretty much directly from the words of Boeing's employees. It's systemic, it's culture. Senior leadership had its eye on stock price, had its eye on share buybacks, and weren't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2起空难发生后，美国媒体曾指出，为了争夺市场、压缩成本，波音仓促上马新机型。调查显示，737 MAX 客机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是造成坠机的一大因素。另外，波音公司将业务层层外包，更看重利益而非安全。好了，近期呢 ，China Travel 火车圈，中国各地外国人身影明显多了起来。来中国旅游必不可少的行程就是去看熊猫。有外国游客来到四川成都，不仅被大熊猫硬控，还学起了四川方言。So cool to see him climb the tree. That was really cool. Since 2000 in China has been amazing. It's beautiful. It's, how do you say, basa? Reall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ke dan noodles. 在陕西秦岭大熊猫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全运在树枝上拳脚并用，使出浑身解数，来了一场高难度的雨中树上蹦迪。哎呀，可惜一个手滑没抓住，从树上360度旋转落体，直接给熊孩子摔懵了。近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大熊猫萌萌产子，当妈后的萌萌请粉丝们免费吃猪脚姜。网友点评：这就很广东啊！在北京，大熊猫萌兰展现出马术方面的惊人天赋，不仅倒骑小木马，还接连做出各种酷炫马术动作，魅力四射。还有一个突然懂事的熊孩子，突然给妈妈按摩献殷勤，网友调侃：一定是兜里的零花钱不够了。近日，福宝的韩方饲养员江哲远来到四川看望福宝。
久违的同框让人感动。虽然福宝一眼就认出了江爷爷，但他就像一个生气的小女孩，和爷爷闹起了别扭，躲在山洞里没有奔向爷爷。好在第二天福宝就消气儿了，在江爷爷的一声声呼唤中奔向了爷爷。在有限的见面时间中，福宝一直在爷爷面前走来走去，还爬上假山给爷爷展示自己的木爬架。很快到了分别的时间，江爷爷一次次告诉福宝自己马上要离开了，但会再来看福宝的，还嘱咐福宝要多吃饭，玩得开心，并告诉福宝自己很爱他。